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因为能者多劳，我成了部门所有人的臂脚。结果年底考核，因为我只是个不重要的替补，绩效不达标被裁。我走后第2个月，各项目陆续爆雷，经理老板们疯狂找我，我也正好找他们。原来躲在这里呢，找我是吧？我也找你们，我来收房租的。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从早上忙到12点，我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行政妹子过来眨了眨眼，说管财务的小老板娘找我。我一进门就看到小老板娘靠着椅背涂指甲，见我进来，她头也不抬：“肖月月，别站着呀，坐。”旁边还坐着人事和我的死对头经理，我顿时心里咯噔一下。前段时间公司有要裁员降本增效的传言，这难道落我身上了？可是不对呀，目前我一个人兼了4、5个岗位，钱少事多，执行力不错，怎么也不可能是我呀。来公司多久了呀？小老板娘假笑问。这个小老板娘当初和我同期进的这家公司，她嘴巴甜，先去了总经办，起初是秘书，后来变成特助，再后来就成了油腻老板的小情人，然后就开始各种装模作样，作威作福。现在我空降的部门经理是她挖的大公司高手，人事是她闺蜜。慢慢的，周围同事走一个，我的工作多一份。不到4年，我就成了4、5个重点岗位的臂脚，工资涨了500块，加班多了一大堆，经常加班到晚上。想过离职，但这里离家太近了，走路就转个弯的事。而且我那古董老爸说了，只要我坚持工作4年还不喜欢，他就放手支持我去搞我的漫画创作。现在距离4年就2个月。我不动声色回答，来了3年10个月。人事立刻纠正道：“肖月月，按照咱们签劳动合同的时间是3年5个月29天哦。按照劳动法规定，没有满半年的按照领5个月补偿，满了哪怕超过半年1天，都是按照1个月。”果然，下一刻人事就推出我的年底考核。很遗憾，肖月月，你的本次年底考核不达标，按照公司规定在被优化行列，补偿金是3+5+1， 3.5是上年度平均工资，1是上个月的工资，这是金额，你准备一下交接吧。当然出于关怀，今天我们还是会给你算工资的。哟，好大方哦。裁员这事都是人事打头，经理作恶，大领导装好人。我那个天天迟到早退的经理开始发话了：“肖月月，我看了你最近的考勤，有4天都没有打下班卡呀，你这样已经违反公司考勤制度，本来是直接开除的。我知道你辛苦，还专门跟刘总汇报了这件事，说不扣你的缺勤费。”我一下气笑了：“你玩多了手机，眼睛有病吧？那4天我是加班到了凌晨，怎么打下班卡？”人事看起来很懂的样子，美甲手指敲敲敲：“肖月月，你加班可没报加班申请，这种加班公司不认的，毕竟我们不能判定你是因为工作还是私事。之前就看到你晚餐时在座位上看漫画哦，呵，搞得自己很重要似的，原来上班摸鱼呀。”李经理皱眉打断我：“肖月月，我忍你很久了，你又做销售又搞活动，人事 BP 你也做， IT 你也懂，行政换法人你也跑，你有把精力集中在本职工作上吗？你还说你加班，活该。做销售的不去喝酒拉客户，天天就守着你那几个老客户吃老本，公司就是被你这种人内耗，现在才一蹶不振。原来他也知道我工作量啊，我看你这种害群之马就应该被干掉。
他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当机立断的动作。这个马屁精现在这么看我不顺眼，主要原因是眼馋我手上的几个大客户，拿住这几个客户，等于保底自己的绩效在公司前二。听说今年新股东在谈注资，其中就包括全新的绩效模式，谁的总量多，谁的钱就多，未来还能根据业绩入股。以前大家吃大锅饭，主要搞维护，做多做少都差不多，所以那些善大事儿多的沟通麻烦的全都给了我。但现在不一样了，马上到年底了，明年新的活动计划都敲定了，客户今年的款也结得差不多了，意向的新客户也聊得七七八八，都准备上报了。这是瞅准时机卸磨杀驴呀！我看了一眼前面这3人一样的嘴脸，觉得和他们多说都多余，所以领导的意思是打算让我不来了，在没有履行正式手续，只要公司这么传达，就算是开除。小老板娘傲慢看我一眼，你要这么想，我们也没办法。我站起身准备出去，准备去找老板。李经理还在见缝插针恭维小老板娘的指甲颜色好看，说自己当初来这里就是看中了老板娘是个有眼光的，一顿吹捧，听得小老板娘咯咯笑。我走出会议室，暂停手机摄像，直接去老板办公室找老板。我大学毕业后天天闷头画画，足不出户。这个工作还是当初我爸强行给我的，因为他和老板熟，租了一个厂房，1层办公楼给老板。我来上班以后，我爸有心锻炼捯饬我，跟老板说我就是一个认识的熟人家孩子，随便使唤。老板试探2次，见没人找他麻烦就信了，放心大胆，开始把我当驴用。最开始的小公司越搞越大，我在里面也出了不小的苦力。第一批海外客户都是我半夜线上对接的。这几年，老板一直给我画饼，说我踏实肯干，潜力无限，让我轮岗学习，都是为了培养我，锻炼好抗压能力，以后要干大事的。大不大事我真不在意，但现在这事我咽不下这口气。我回到工位，快速打了我刚写好的年度总结和下年度计划，还有最新在跟的客户存量名单，然后拿着厚厚的资料去老板办公室，砰砰砰敲了几下，里面没人。我不死心，开始打电话，电话倒是接了，我直接在办公室噼里啪啦大声说了今天的事情，因为太过激动，声音都有些发颤。我问老板知不知道，老板顿了一下，月月呀，我知道你辛苦，但咱们公司谁不辛苦呢？上回小李还通宵加班呢。你的事情我听小夏汇报了，这工作量的确不饱和，上回还有2个单子钱没收完，同事和领导们对你意见很大呀。我的工作量还要怎么饱和？我一个人兼职了3个岗位的事情，我的回款没完成，是因为财务报税搞错被退回了。领导对我意见大，您说的是那个李奇才吧？他是什么来路？您知道吗？我还没说那个马屁经理通宵加班和小老板娘涂指甲的事，他不耐烦打断了我。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些了。肖月月，你一个学动漫的来我们公司干了4年，还不是主力，不应该反思下吗？你做的事情人家都能做，没有核心竞争力，这就是你绩效得意的原因。当初用你我可是捏着鼻子用的，你不但不感谢我，还要跟我争这些。我们家亚亚说的对，你在我们这干了几年，我们那么培养你，你现在走了都没有叫你给培训费，我们还给你钱，你还要怎么样？人呐，不能太贪心。老板直接挂了电话，四周的新同事和新领导都好整以暇看着我，有的同情，有的震惊，
更多的眼睛里盯着我因为激动掉在地上的单子，上面露出一串串客户名单。另一边的 IT 已经收到消息，站在我电脑面前了。人事大姐皮笑肉不笑，不好意思，为了保护公司商业机密和客户资源，现在电脑要被收回公司了。对了，按照竞业协议，你至少10年不能从事同行业的外贸工作哦。P 的竞业协议，他自己搞的模板，不给1分钱，就凭补充1张纸，就想买断别人职业生涯，纯纯的周扒皮转世。而另一边的李经理则一把拿过了我手上的客户名单，他眼里冒着金光，没压住嘴角，笑了。我也没压住嘴角，今日份功德不能再减了。我最后笑了笑，折身拿上自己的东西，转身就走。明年的活动计划是搞好了，但也只是个计划。电脑里我从来没有留过一个项目文件，因为工作习惯，我平日所有的资料都是在移动硬盘里面处理的、储存的。电脑现在拿过去，基本可以当新的用。老客户每个都有每个的忌讳和脾气，不同地区要求不同，他们只看到我发微信就搞定客户，谁知道我背后做了多少老黄牛工作，给客户留学的孩子送早餐，给他们来旅居的朋友帮忙装修找房子，车祸帮忙处理。锻炼是真的锻炼，效果也是真的好。本来几个客户觉得我们公司代工价格有点高，都是看在我面子上又签1年。而那个李经理拿的新意向的客户，不好意思，那一摞都是吹牛不上税发货，全靠骗的印度客户。他们个个说话漂亮又精彩，本来是我准备给老板避雷的，现在被李经理当成了大宝贝。这个李奇才在他来前，我就听我一个叔叔说过，是个马屁白痴，原来是做 HRBP， 也叫人力资源商业合作伙伴，一般是帮助区域经理给销售团队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和团队凝聚作用的。他倒好，各种抓销售把柄，然后分钱吃回扣，最后又在公司大搞办公室政治和员工毕业，说好的离职赔偿活生生削减一半，说是给公司节约成本，闹得公司多赔了1倍钱。小老板娘跨行业挖他，是因为他说话好听会来事，很好。我也想等着听他们说话有多好听，这是不可能就这么算了，还差2个月4年。在这将要到来的4年之约前，足够我拿回我应有的补偿，听到我应听的话。正好爸妈出去旅游，连着几天我一口气睡到了中午，慢吞吞洗脸收拾，又跑了趟医院办完事，再睡够午觉，找个靠窗的位置细化线稿。我爸有些地方说得对，对人有充分观察和接触，画的东西才更生动。比如现在这几个反派的图，个个生动，人事的脸都没画完，他的电话就来了，先有模有样叫了我名字，然后说了我绩效一啪啦，接着问我什么时候来公司签离职申请，做离职交接。一听就是录音，我也录。我笑了，不是开除吗？怎么算我离职呢？签了离职申请，公司就可以认定员工是自愿离职，剩下的主动权都在公司。人事大姐支吾了一声，你难道不想要你的赔偿金了？我顺手将自己算好的金额给他发过去。你疯了，这么多？肖月月，你搞清楚，现在是公司可怜你，不是你乱提要求的时候。那边明显开了功放，我听见了李奇才和小老板娘的低骂声。我慢悠悠道，在公司4年，基本没有休过年假，国庆春节和端午都有班，这部分是不能调休的，只能给钱，按照3倍工资给，按照平均日工资来算，这部分是16000，
不会算是吧？回头我再教你。我入职10个月没有签劳动合同，每个月是要支付双倍工资，这部分是5.5万。昨天你们说要我离职，没有证据的违规解除，按照双倍赔偿和我实际工作时间是8个月加1个月通知期，加上这个月工资，一共6万。李奇才叫起来：什么解除？你是开除？我笑起来：好，我是被你们开除的。人事大姐回过神，连忙叫他别说了。我继续勾纸张下一条。对了，你还说有个竞业协议，说是要给我签10年，其实30年也行。每个月按照规定给我发之前工资的30%作为补偿金，我也不是不可能考虑来签。这个10年算下来21.6万，30年算下来64.8万，50年是108万。这么一点点钱换我以后在这行业消失，你们赚了。肖月月，你要脸不？这回是小老板娘暴怒了，这就生气了哦。旁边还有其他人低声的安慰声，看来是在办公室全体息会给我的电话呀。我慢慢道：王大姐，我的34.7551期什么时候打给我呀？好歹同事一场，你来做人事还是我带的你，给你个面子，那1块7我不要了。人事大姐这回硬生生压了作为老板娘闺蜜的脾气，假笑：月月，这不对呀，公司不是开除你，怎么能算赔偿呢？你不要为难你姐呀。我笑：不算这一条也要赔偿的，你忘了？老板娘说要省钱，咱公司社保没有按照实际缴纳社保，按照劳动法，职工可以随时离职，并且要求公司双倍赔偿的，用这个理由来给钱也行，这不为难大姐你了吧？此话一出，我听见了电话会议那边有人很低问：真的吗？真的随时走还能拿赔偿吗？法律写的还能假？我笑：不信你们问王大姐，她是人事吗？专业。对了，王大姐，有空把我桌上那个写的人事仲裁的电话给我发一下，到时候万一用得上呢？我平日都是老黄牛好说话的模样，无事也是自己捣鼓自己的事，对工资也不是那么在意，迟2天也从没抱怨。体谅和温柔在他们眼里就是好欺负好拿捏。这不，正准备在公司会上那我来当猴呢，现在被我一顿夹枪带炮，会议室被重新清理了一遍，听见拉凳子声音，出去一些人，又有人进来，关上了门。小老板娘的狗腿们依然在。人事之所以要给我电话，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发现我电脑里面没什么有用的资料，想要我回去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时候我都佩服这帮领导的脸皮和脑子，脸皮越厚，脑子越糊，还真把在岗时员工的客气当成他们自己的威信。殊不知，离开那个位置算个什么东西？电话安静了一会，那边显然找到了别的方式，开始用软的。月月，知道你对公司有感情，其实我们也不是不能给你机会，你可以继续回来上班，还是原来的岗位。但是现在公司效益不好，你也知道，我们绩效会稍微做调整，降一些，将保留你岗位的成本分摊到其他岗位上。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一起承担吧，将我留下来当所有人的靶子。我喝了口水，别人是画饼，你们是画符啊。王桂珍、李奇才、刘亚亚，你们看我现在像沙笔吗？李奇才又没忍住：肖月月，你别得意，我也是做过人事的，我们就是不开除你，你能怎么办？你胜任不了岗位能力，给你调个扫厕所的岗位，去扫男厕所。我嗯了一声，看出来了，做过人事，因为不干人事，现在干不了人事，改干狗腿了。
李奇才，给老板娘擦指甲好看吗？老板知道你这么能干嘛？你别要乱说，我只是给刘总监拿指甲油。老板，你听我说，哟，这个老壁灯今天有空，居然也在啊。哦，指甲油啊，指甲油毒素多，少涂点。说起来，我今天去医院，艾医生说我有点腰椎间盘突出，就是上次公司还没买保险那次摔的，视频被做成表情包传公司群的那次，医生一再叮嘱要我好好休养，还得住院纸来，非要给我开病假条，还给我说我有医疗期的，叫我不要担心公司违法，好好治疗。等医疗期完了，建议我再去做个劳动能力鉴定。我不懂呢，李经理、王主管，你们都是人事，你们给我说说这流程怎么弄啊？那边一下没动静了，顿了片刻，王大姐说话了：肖月月，你这么威胁公司没用的，只要你严重违纪，公司照样可以开除。按照我们考勤规定，连续3次没有打卡视为旷工，还有开会不参加也是，套路千篇一律。一旦开始搞人，就开始搞考勤。可惜呀，拉倒吧，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装得满脸无辜，我不知道什么考勤制度，也不知道开会纪律。有人说过吗？我记得我没有任何签字吧。况且我不是销售岗位吗？本来就是不定时工作制，你们不能现在搞个制度，然后说我违规。人家都是用前朝的剑斩当朝的官，你们倒好，用现在的铁锹挖上辈子的坟。之前我交接给王大姐的时候，曾经提醒过她，所有的制度告知书都需要全员签字确认收到，但她天天忙着陪她闺蜜逛街刷小鲜肉，哪里有时间做这些事？没有告知，就是不知道。王大姐再也绷不住了：肖月月，你太泼了，你竟然是这种人！上了法庭，你这么耍赖，我再次提醒，告诉过你的，人事纠纷要先仲裁再法院，怎么教那么多次就是教不会呢？王大姐，你这样笨，恐怕早晚藏不住你假学历的事情，这让我很难办啊。那边传来王大姐一声尖叫，接着啪的一声什么摔了。在他们彻底暴怒之前，我慢慢道：算了，员工关系这块人情世故太多，在这工作了4年，1、2句讲不清楚，不如宋总监，我们来聊聊税务吧。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老壁灯老板终于吭声了：好，就按你说的金额，1个小时过来，然后交接工作。好啊。10分钟后，我穿着拖鞋到了公司。进去办公室的时候，所有人都看着我。行政妹子给我眨了眨眼，倒了一杯热水给我，给了我一个大拇指：月月姐，你可真牛，刚刚找 IT 看后台监控，真绝了呀。他吐槽李奇才：你都不知道你走了，现在他们各个部门都开始加班了。李奇葩那个蠢货，除了拍马屁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只会转发，就是个二传手。招了2个妹子到你的岗位，直接要人家做到你2倍业绩，来了2天就离职了。他居然问我想不想过去，我喝了口水，一点不意外。行政妹子眼睛亮晶晶：你说的那个双倍赔偿是真的吗？当然，还有只要没有按照规定发工资也符合的。行政妹子笑：好嘞，来了，李奇葩来了。人事王大姐战败躲着没出来，李奇才为了那清单硬着头皮咬着牙陪着笑脸来见我。来啦，月月。他将协商协议给我，我拿着一条条看，一看都是网上下载的模板，金额无误，但是没有支付日期。这时候给我来这个，我问他，他就问我那些清单预备客户的联系方式。这个涉及财务，现在年底财务太忙了，
只要空了时间，一定马上给你打款。一般这种补偿金都是随着第2个月工资支付，但是公司每个月的工资发放时间都不一定，经常一到发工资的时候，要签字的老板和财务总监小老板娘就轮流出差了。老板都发话了，这小老板娘还来这招，大概觉得我实在缺这笔钱到了极点，摆明他心里对我确实不痛快到了极点，故意恶心我。我喝完了行政妹子给我的水，行，那你们确认好时间再来接我，又不是不给你。月这么大的公司，你也知道咱公司实力雄厚，难道还会坑你吗？不好说，我必须马上要，万一破产没钱赔我的，我爸又该觉得我的被骗了。李奇才深深呼吸，深深呼吸。萧月月，你不要得寸进尺。什么得寸进尺？这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家一起发财呀！李经理，马上年底了，找客户的好时候哦。我起身就走，出了办公室。小老板娘办公室开着，里面是她熟悉的挑剔声。干嘛用报表？告诉你要用文字描述，这表格一点都不清楚。你看你，这里是增长，这里又是增加，这里呢又是上涨。你是做财务的，怎么一点都不严谨，连文字都不能统一？这个会计妹子是我当初招进来的，专业能力很强，也非常严谨。之前拒绝过李奇才帮小老板娘报的几个费用，就被记上了。小老板娘虽然是财务总监，但是业务能力堪忧，所以就有一般领导的通病，业务不行，开始挑剔各种细节规矩。我出去的时候，他也正好出来，准备离职了。正好你也走了，实在不想待了。这帮蠢货！我要走的时候，他忽然没头没脑说了一句：公司今年净利润300万，刚刚300万。我看他对我笑了笑，我立刻反应过来，按照小微型企业的税率，300万以内的税率10%，而利润哪怕多出1分钱，超过了300万，那就是25%的利润，这里面的差别可就大了。于是在我找人给公司对公账户打过几次几分钱，搞崩溃了对账的新财务后，之前一直拖欠货款的一个客户也应我的要求给老板发邮件，强烈声明一会在跨年前将钱打过来，怎么说都说不通。李奇才这回给我打电话，本来还在提要求，我将当初他的话还给他。李奇才，你搞清楚，现在我可怜公司，不是你们乱提要求的时候。于是在风和日丽的秋后下午，公司的车停在了楼下，将我从100米外的小区接到了公司。还没到，还没签完字，补偿金就到了账，金额1分钱都没少。这半个月，公司又换了1/3的人，有点是自己拿了钱走的，有的是被新招的。因为那个半吊子人事大姐的骚操作，公司赔了好些钱，还被劳动纠察大队来查了一通。肉疼的老板气得当场开了他。我的工位如今搞了6、7个人在那，还在念叨接不下来这么多工作。我将包包里面的工作交接文件袋拿出来，分门别类的工作类目，行政妹子帮我全程录像。IT 和行政方面的资料交接完了，市场部交接完了。我重点提醒李奇才这个刚升职的兼职经理，明年的活动要进展品，得准备好提前报关。李奇才大略翻了翻，只等着那新客户名单。等拿到了，他眼里冒光，看着后面的联系方式，几乎迫不及待，根本不听我的介绍。我笑，李经理还需要我介绍吗？之前的老客户几位，他们的折扣一样，但高卢基看不上约翰牛，沟通时可以按照销售区和汇率适当不一样，注意警惕
波兰大嘴巴，李奇才得意。知道了，你可以走了。我拿着他们签完的交接单，正要走，小老板娘还是没忍住刷存在感，知道我上车的地方，忍不住嘲弄。知道要拿钱了，可真能享受。这里的房子租金不便宜吧？我笑，这里的租金是不便宜，比咱公司的便宜点。李奇才也来劲了，故意炫耀给我听。所以租房不如买房呢。我刚刚又买了套白沙路的房子，虽然是二手，但是位置好极了。听说后年拆迁，内部消息，他满眼得意，尾巴都要上天。说起来，我能有今天得多谢谢公司，要不是刘总雪中送炭借了我一笔钱，我也不能这么快拿下。好老板，好格局。那些不懂珍惜的人，只配一直帮人家还房贷。我听到地名愣了一下，又问：白沙路？你是说二环那个白沙路纽扣巷？李奇才小人得志，满脸得意。还能有几个白沙路？肯定是二环啊！他重点说了二环，但是我却知道那里根本不可能拆迁。我小时候在那边住过。白沙路那个纽扣巷里面有个半荒的村庙祠堂，知道的人很少。只要有祠堂，就不可能拆迁。纽扣巷那里的房子很老了，根本不值这个钱。等不能拆迁的消息确定，只怕房价要腰斩。李奇才还在怂恿让小老板娘，现在降本增效有钱了，不如拿公司的闲余资金再买一套。有财一起发财，机会都是给有钱的人，还给能相互帮助的人。有些仗着自己年轻有点颜色的人，错过了优质资源，只能等着人老珠黄，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看白痴一样看他们。这个李奇才也是个奇葩。那天被我说他和小老板娘关系暧昧后，他为了表示清白，竟然给老板说自己其实喜欢男人。如今三个人关系好得不得了。我还没走，忽然听见门口一声巨响，有人正往里面走。抬头看去，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眉目清秀，但是气势惊人。他是来找老板和小老板娘算账的。在墙角喝了2杯咖啡，听完了八卦。原来这是老板的儿子霍伟。当初老板出轨和原配离婚，财产一分为2，原配辛苦养着儿子，艰难维持生计，老板是1分钱不出，半数钱都用来找妹子，花在了女人身上。前段时间为了冲业绩拉新投资扩产，他竟然去偷偷找前妻，打着亲情牌，实际挖儿子的客户。霍维在妈妈生病后才知道，连夜赶回来找老板算账，现场闹得一塌糊涂。最终霍维还是被清了出去。在大厅，他脸上挂了彩，还在给他妈打电话。没事，妈，我会好好和他们说的，就算不成，我们再找新客户就行。你好好休息，别担心我。我歪头看了他一眼，递给他一张纸巾。其实老板没出差，他就在办公室。霍维眼底恨意更深，可恶，只要能拖几天。他眼底有一丝绝望。当初为了我妈已经吃了一次大亏，这回也是这个老东西拿我来骗他，偷了客户资料。只要争取几天时间，我给他出了个主意，没那么复杂。申请新的销售许可需要营业执照和公章，他直接去撕了营业执照，按照目前行政妹妹暴怒中的效率，搞完登报提交完申请，至少1个月才能搞定。霍维眼睛一亮，呆呆看我，你是谁？为什么要帮我？我摸了摸红色的纱巾，请叫我红领巾。等我老爹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搞完了所有事，手上的故事也基本搞到了尾声，放到网上连载，追更的人逐渐多起来。听完了我的故事，看了我的收益，
我爸第一时间震惊，接着是老怀宽慰，以为你是的好欺负的，原来养了个白切黑，早说呀。过了2秒，他反应过来，哼，就算是白切黑，也不能别人说切就切，爸给你报仇。我爸给钱老板电话，直接提出房租涨50%，电话那边老板卡壳，今年这生意本来就不好做，公司就刚刚凑个收支平衡。你看，你说的对，生意不好做，万一明年你倒闭了呢？必须涨，今年记得按时给我打卡上。不是，咱们4年都没涨过。老肖，你说你这……我爸很有气势。哦，你还知道我姓肖啊？他啪的一声挂了电话，然后另一边跨国电话就来了，是之前的一个客户，确认我离职之后，客户说难怪现在质量不如之前了，他们准备完成今年的单子，明年就换了，问我有没有什么靠谱的公司想来验厂看看。我本来拒绝，忽然想起了之前霍维，自己的失败固然扎心，但是熟悉的敌人的成功更让人揪心。我顿了顿，很快查到了霍维家小厂的地址，工厂不大，但井然有序，里面的都是附近村民，还遇到2个亲戚，打过招呼。我心里已经有了七七八八的确定，然后将那个客户的联系方式给了霍维，让他们自己联系，这不亚于雪中送炭。霍维激动的瞬间打翻了平板，里面正好是我的漫画。喜欢这个呀？画得挺好，里面那几个反派特像我特别讨厌的人。嘿，我看也像。我走了好一会，回头霍维还在门口看着我。我爸伸头看，这小伙子挺精神啊，看起来很有眼光的样子。我想起他追的动漫，很有眼光，但是你这送了2个客户走，其他人知道肯定也不会继续跟了，缘分结束，自然就散了。要不说我爸乌鸦嘴，还没过年就出事了。那几个剩下的大客户察觉到了我离职，而且定期关怀他们亲朋孩子的人也失去了踪迹，甚至有个英国客户给孩子邮寄的东西竟然被截留了。最后客户的孩子过来问，李奇才忙着和波兰和印度的白皮肤谄媚说话，将那不起眼的小黑孩晾在办公室1个小时，然后人直接走了。从过完年后，欧洲的客户陆陆续续开始终止合作，起因就是李奇才这个大聪明搞了一个透明价格机制，说同一个地区要给他们一视同仁的待遇。他念叨着说我当初自作聪明搞歧视，西方人追求平等自由民主，从不歧视，怎么可能西欧看不起东欧，怎么可能嘲笑南欧，法国人更不可能看不起英国的。结果他好心的降折扣，不但没有拉到订单，反而彻底惹怒了那帮东西欧的老古董，瞬间业绩一落千丈。因为业绩少了，本来谈好的注资也黄了，这人一倒霉，喝凉水都塞牙。就在这时候，因为开了安全生产经理，加工厂也出了事，起了一场火，消防检查，被迫开始停业整顿。原本和那几个没交付客户沟通就可以说好的事情，以前也有过，老板只看我发个微信，人家就回个 OK， 现在却几个客户都要求给赔偿金。我就是在这时候接到行政妹子的电话的，她在那边笑得半死，眼泪都快出来了。本来要离职的，但是这戏太特么精彩了，根本停不下来。月月姐，你知道吗？他们竟然叫我买变声器，他把视频发给我看，他们到处找不到你，就把你当时离职的视频反复看，学你说话，我要笑死了。小老板娘学得最像，但她又不会英语，李奇才就把英文打拼音燃给她读，哈哈哈哈，我真的要笑死了。他搞不定，
李奇才又捏着嗓子学，哈哈哈哈，这帮蠢货怎么办？咱中国人风评受损，人家问我们是不是疯了？我知道他们奇葩，没想到这么奇葩。这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鞭打快牛是常规操作。当你有3分努力，就已经超过了80%的人，然后就会有80%的工作扔到你肩上。这时，李奇才的电话就来了，他亲亲切切叫了我月月，就开始打苦情牌，说我之前辛苦了，对接那么多奇葩客户。他一想到失去我这个得力助手就难受。自从我走后，再也没有遇到我这么好的伙伴。我想吐，打断他恭维，有事说事，说不了，换个能做主的人来。小老板娘上线了，她学了我几天，果然说话腔调也像我，这有礼貌多了。月月，同事一场都是缘分。我还记得当初咱们一起入职，我那时候就觉得你人特好，我特别愿意和你做朋友，哈哈哈哈！我笑出了声。小老板娘卡壳，月月，你别笑，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咱们一起4年，没有亲情也有感情，是不是？你的位置都还给你留着，我每次经过都像是看到你还在。当初我们是有一点不愉快，但是没有爱，哪里来的恨呢？哈哈哈哈！月月，你别笑，你笑得我害怕，我简直笑死。别说了，刘亚亚，你个二货要笑死我！我不帮忙，那几个大客户，我一个都不帮。月月，我哈哈大笑，挂了电话，因为我拒绝帮忙挽留客户。李奇才又现其策，行政妹子给我转述，现在这几个搞不定了。李奇才说都是你惹的祸，他拍着胸口跟老板说不要怕，他不像你，他手上有好几个大客户，马上就可以来验厂，隔天就下大订单那种。我问是不是那几个印度的？行政妹子，你怎么知道？李奇才说这几个是他通宵在网上找到的，和月月姐你1分钱关系都没有，都是他做了大量工作找到的，还得了奖励。我倒是真的要谢谢他，极力帮我撇清关系。听起来你很不看好月月姐，他们说的人家实力可强了。我无力吐槽，你看戏看的差不多，在那几个客户来之前准备好离职吧，不然以后他们没钱给你赔偿金的。这世界上敢和3哥做信用贸易的，有一个是一个都是铁鸽子铁结子。我现在还记得当初发一个外网飞行小设备的时候，露出胳膊掉了肩上的领口，1天之内收到一堆好友申请和自我介绍照片的震惊，还有之前骗我样品，说好线上沟通，我等了2个小时后，一个人没来，然后等我睡了，给我疯狂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不上线。这脑回路倒是和李奇才很配，这脸皮和绿茶的小老板娘也很配，这做派和黑心肝的老板最配。不知道他们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就在第2个月，我就得到了答案。当时我爸带着我去聚餐，大家正在吃饭，忽然餐厅经理过来说有人给我们送了酒，酒是好酒，是送到一个在海关工作的叔叔手里的。然后那经理又带了2句话，叔叔面色有些难看，转头看过去的时候，就看到了李奇才和小老板娘，居然是他们俩。李奇才看到我一瞬间眼睛都直了，你怎么在这吃饭啊？你怎么在这吃饭啊？我们到处找你，找了那么久都找不到，这里卖饭啊。我笑眯眯，他眼睛都快掉到地上，看看我的左右，又看了看给我擦胳膊水的我爸。小老板娘戳了他一下，他才会过神。很快我听懂了，这个大聪明搞了个大篓子，直接把阿三哥的东西弄到里面关起来了，然后连带我们的人都被卡了。
今年有个进出口，有个展示活动，我们公司也邀请了合作伙伴过来，然后需要带相应的展示品。结果阿三哥不靠谱，提供资料有问题，报关几次失败后，李奇才就叫他们和对接的同事干脆去人肉带过来。结果这帮人准备找到机会来私下交易，多卖点东西，一口气带了3倍样品和货品，这哪里是带货，分明是走私。按照三哥标的飞起来的价格，够大家喝一壶了。现在几个员工家属上了门，老板被打了一顿，他气得去掉监控，准备告这些蛮人。结果正好看到了不该看的，小老板娘和李奇才的好事在所有员工面前清晰上演了一遍。老板头顶一片青青，然后一查，差点当场撅过去。公司的钱竟然被他们拿去买了老破小，还是刚刚出了文件不会拆迁的老破小。这一波大出血，差点让抠门老板内伤。这一回，老板下了死令，要他们将功补过，不然就要按照他们职务侵占和贪污报警。这俩人凄凄惨惨地请求完被请出去，我有些可惜，菜凉了。等我们出去的时候，竟然在大堂看到了我前老板16，他是听到风声赶过来求情的，结果一看到我爸他就怂了，立刻躲到了旁边。等再看到走在后面的我，他又来劲了。我电话当当响，月月，你帮我个忙，你都不知道，你走了我才知道你多重要。公司被那些蠢货搞得一塌糊涂，我真不该听他们的瞎话就怀疑你。所以呢，他接下来的话正好被开了功放的我爸听得清楚。我也知道你不可能回来了，之前是我不对，我只想到你是老肖介绍的，我没想到你们这个关系啊。你当我有眼不识泰山，我狗眼看人低，你帮我说和说和，帮我求下情，还我今年的房租。我这忙，我先去韩督办说会话，这口气很怪。我故意问他，什么关系呀？别装了，还能是什么关系？你们不就是那种男女关系吗？我爸瞬间炸裂，霍大雁，你个狗东西，瞎了你的狗眼！我完全拉不住，钱老板嗷哟嗷哟叫起来，我爸也捂住胸口装胸口痛，这演技着实不赖。钱老板气得快炸裂，故意的，他打人，你们看到没有？我笑眯眯看他，将他曾经给我的话还给他。老板，行了行了，你别叫了，这里没监控，你哪里挨打了？你这不是自己摔的吗？为什么人家都不摔，就你摔？该好好反思一下了。你看我家给你租了那么久房子，我还给你打了那么久工，你还要怎么样？人呐，不能太贪心。老板一瞬眼睛瞪大了，你说你是？他身后的李奇才和小老板娘都目瞪口呆，特别是李奇才一副错过大彩票的模样。当年他刚刚来的时候，自诩自己有2分姿色，曾经专门警告过我千万不要爱上他。我当时翻了个白眼，问他是不是有病。也是那次我们结下了梁子，后来他搭上了小老板娘后，更是说我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说自己现在有车有房，是超级优质资源。他一副白痴的表情，惹得旁边的小老板娘面色一黑。你看什么？我爸瞪过去，看什么？找你们好久了，今天正好你们3个都在，今年的房租我闺女会专门负责收你们的。3人都面色难看起来，向后退了2步。就在这时，外面停车下来的霍维来了。他今天穿着休闲衬衣，明显头发也打理过。他目不斜视一进来，对那几个人都是暴击。钱老板下意识向后缩了缩，李奇才心虚，小老板娘脸发黑。他们都看着霍维走向我，等他走过来和我说话，
说起感谢，想要请我吃饭的时候，小老板娘也回过神来。你们是一伙的。我笑了，将她的话也还给她。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完了，这回全都完了。他们三人绝望的脸灰败下去，破产的钟声敲响，而外面阳光正好，如同一幅铺展开来的飞页。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